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分析的主要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找到当中所存在的潜在的波段机会。同时，如果它的价格涨得比较高的话，我们也会在视频当中去提示风险。我们看一下，昨天我们在 B 站上传更新的是港股的东方甄选东方甄选。但是昨天我们出品的视频不仅仅于此。昨天16号，我们一共出品了5支票的案例分享。除了东方甄选我们放在 B 站上传之外，其他的像港股的布鲁克、港股的毛戈平、港股的闽氏集团以及日本的股票伊藤忠商事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来共享。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香港恒生指数这也是之前粉丝多次留言想要约稿的一个品种。那么今天我们就抽一点时间，对于香港恒生指数整体的走势结构以及它的波浪形态，我们来做出分解。从当前的走势来看，最低点是出现在87年87年的12月份，第一波的最高点是出现在07年的10月份。这一波整体的一个走势结构它是呈现了一个三波形态。来完成了此次反弹上涨的这样一个结构性质，所以这里我们给它定义是反弹上行。那从07年开始一直到了这个22年，中间这15年时间，它其实都是处于这个大周期的或者大区间的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宽幅震荡走势截止到目前来看，肯定是已经完成了，而且它整体的结构走势特征，它是呈现了一个双重三浪的这样一个形态，并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X 浪是创出了 W 浪的一个高点，所以它相对来说这个调整形态是比较强的那接下来我们针对它的回撤幅度，我们拉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整体的回落幅度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的时间跨度也是没有问题的。回落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所以说这一次的宽幅震荡调整双重三浪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从这个22年10月份的低点14597，它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反弹上行。那它这个大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之前第一波蓝色段的三波形态走势。所以后期整体来看，恒生指数向上创出新高的概率偏大创出新高的概率偏大。当然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月线图，它的整体走势结构它是需要时间的。那因为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87年到07年整整20年，这一次起始的时间点是在22年，也就是说这一波反弹上行的牛市如果启动的话，大差不差它也需要将近20年，也就是说最终要运行到2042年或2040年再说。所以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还是处于这波反弹上行牛市的一个初期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打破这个区间震荡的这个循环，后期只有说是突破了这个区间的上沿，它才有可能会出现单边加速的这种走势。既然以这样的结构形态向上发展，有可能前期运行的第一波这是 W 浪，整体的三波双重三浪回撤这是一个 X 浪，目前其实就是处于第二轮的外浪当中。但是从目前的走势结构来看，这个外浪应该还没有走完，后期这个外浪大概率是要创出新高的。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分解这次整体外浪的一个内部走势结构。走势结构来看，可能其中的外一都没有运行完毕，因为我们参考 W 浪的话，这个外浪内部应该也是会走个三波的123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当前这个走势大概率外一都没有完成。接下来我们从周线图当中来具体分解一下这个外一。从目前的走势短期结构来看，它是完成了第一波上涨二次探底，这个结构它是已经确定完成了。那么目前来看，可以把它定义为这是周线的一浪以及回撤的二浪。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三浪运行，这个三浪运行其实已经从传统的五浪推动形态走出了延长浪的特征，1、2、3、4、5、6、
7，等这个第7波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第8波的调整，然后会有一个第9波的再次上涨。这样的结构完成之后，才能说周线级别的3浪上涨才会结束。所以目前来看，恒生指数这波反弹上行的行情依然没有结束，依然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用黄金分割，我们来看一下当前这波反弹上行上方所能面临的有哪些压力目标。可以看到，当前是已经进入到618到764这个区域了。那后期第9波整体上行的目标位有2个，第一处是 0.764 的位置，第二处位置是上一次反弹的次高点的位置，这就是后期整体上方的2处目标压力 29,026 和这个31194，都有可能成为后期3浪上涨结束或者面临的这个压力目标。那么近期其实对于当前的走势行情来说，就是要判断第7波走势是否结束，以及第8波调整是否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结束，那可能短期、中期可能向上还有一个高点，就面临第7波走势结束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无论是哪种形态，那么对于恒生指数来说，后期我们重大的机会就是存在于3浪内部这个第8波调整结束之后的机会。当然，如果以前2天高点为结束点来画黄金分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这个支撑主要是位于24,300和23,300 24,300 23,300这1000点这个范围之内。那你如果要参与到比如期货类品种，比如恒生指数期货的话，那你就要关注下方这个位置，这可能是会存在3浪最后一波上涨、第9波上涨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波段机会。通过以上结构的分解，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所谓的这个外浪一大概率是没有运行完毕。外浪一后期整体走势的幅度也有可能从目前的一个3波形态演变成一个5浪推动的一个结构。整体还是要看这波中期的3浪延长9波上涨，它最终结束的位置或者结束的点位。当然，我个人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外浪一内部走个1、2、3、4、5，概率偏大。至于后期外浪一内部是最终选择3波结构还是5浪推动结构，那么肯定还是要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因为市场最终运行完毕，市场是不会出错的。唯一出错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分析当中不够客观，把自己的主观因素或主观情绪带入到了这个分析当中，才会出现较大的一个偏差。好，通过上面一系列的分析，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香港恒生指数来看，整体走势向上的结构没有完成，主升3浪已经从传统的5浪推动形态演变成9波延长的当中，那后期中线的波段参与机会就是3浪第9波的这样一个周线波段。那当然我们也需要时间去等待等待它回撤到位24,300到23,300这1000点的一个支撑区域，看在相应这个区域里面是回调到位之后是否会出现这个第2步的周线级别的底分型和实型。如果出现了，那么基本上大差不差，后期将会展开第9波的延长上涨走势，不断走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香港恒生指数从周线、月线的大结构做出的一个波浪以及形态结构的分享。那么这当中我们见到了双重3浪的 WXY， 而且在恒生指数当中出现的概率还偏高。那么目前我们也是处于第2轮上行的外浪一当中，中期走势向上还有空间。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